到底什么才叫浪漫？男人松开大拇指，拿走围成一圈的麦粒，一朵简单又普通的印记，代表着他们平凡朴实的爱情。你供个花，咋个吃活？你抱着男的都就丢不掉。这是今年最好的农村文艺片，穷到极致的中年光棍，遭人唾弃的患病村妇，一段感人肺腑的农村故事，却能直击心灵，让人潸然泪下。老实巴交的男人叫马有铁，村里人都叫他马老四。快50还没成家的他，常年住在三哥家里供人使唤。三哥从没给过他一分钱，只是分给他一间破屋子，每天随便给一口吃的。老四沉默寡言，很少说话。毛驴是他唯一的朋友，可即便他卖力的干活，三哥一家却总是不满意。为啥跟他发展的走下的？你看着深更半夜的，让他在这路上呢爬也爬得来了吧？随着马老四年纪渐长，三哥担心他生病花钱，于是联系村里的媒婆，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，想让他结婚赶紧搬走。来相亲的对象叫曹桂英，和老四一样是个苦命人。桂英天生残疾，不能生育，在哥哥家的牛棚里长大，因此患上小便失禁的毛病。哥嫂早就想把他扫地出门。素不相识的老四和桂英就这样稀里糊涂走到一起，两人尴尬地拍完结婚照，住进村里废弃的破房子。本该喜庆的新婚之夜，桂英却无助地坐在炕上，直到老四出门去喂毛驴，她才搬起早已僵硬的腿脚。看着被自己尿湿的床单，桂英心里满是心酸和不安。为了给老四留下好印象，她愣是坚持到老四睡下，才偷偷靠着火炉烤干裤子。老四把一切看在眼里，感同身受的他选择了包容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老四带着桂英去上坟，开心地给爹妈介绍桂英，两个被抛弃的可怜人，就此展开一段感人的故事。结婚没多久，村里就发生一件大事，拖欠村民地租的老板病重，急需要熊猫血救命，而全村只有老四血型匹配。哦，熊猫是国宝，马老四成了国宝了。村民一边调侃着老四，却又想靠老四拿回地租。没人在乎老四的感受，只有桂英十分心疼。俺不抽，要抽你们抽去。面对全村人的极力劝说，善良的老四最终妥协。到县城几10公里的路程，从没坐过轿车的桂英晕车呕吐，十分难受。可老板儿子非但没有感激，反而全都是埋怨。尿水坐车就说了嘛，让你留在车里了。护士确认老四没有传染病，便急匆匆带他去抽血。桂英顾不上桌上的美味，心疼地跟在老四后边。椅子上的塑料袋格外扎眼。老板一家靠老四输血救命，却又处处嫌弃老四两口子。很快到了播种的季节，老四和桂英来到小卖部，恳求店家把种子赊给他们。店家心直口快，说他被哥哥使唤了半辈子，到头来却被扫地出门，如今又救了大老板的命，却没钱买种子，要靠赊账。老四默默听着没有说话，可看到有人嘲笑桂英尿湿裤子，他却赶紧脱下棉衣帮桂英挡住屁股，缓解尴尬。当天晚上，三哥罕见地敲开房门，原来老四的侄子要结婚，还有一车家具没拉走，为了省下几10块钱的运费，叫他第二天赶早拉进县城。老四早起蒸好馒头，嘱咐桂英待在家里不要乱跑，赶着驴车一走就是6个小时。老四准备回家时，看中路边的一件大衣，摊贩张口就是300，可他兜里只有50块，只好尴尬地赶紧走开。摊贩嘴不饶人地说道：“我才买啥衣裳呢？”然而当他遇到豪横的老板儿子，马上就以80块钱卖掉大衣。老板儿子追上老四，非要把衣服硬塞给他，话语之间充满了施舍。当他深更半夜回到村头，桂英已经苦等了几个小时。他小心地掏出热水瓶，让老四喝口热的暖暖身子。老四嘴巴上不说，其实心里感动得一塌糊涂。他赶紧帮桂英披上大衣。在这寒风刺骨的晚上，幸福却让他们无比的温暖。相依为命的两人席地而坐筛选种子，没有前顾拖拉机耕种，他们就用最原始的办法。田间播下的不仅是小麦，更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。因为家里没电视，老四带着桂英来到邻居家里，可没想到桂英小便失禁，尿湿椅子。邻居骂骂咧咧的上前，桂英吓得急忙钻出门外，老四则赶紧掏出手指擦拭。也许是看夫妻俩可怜，临走前邻居借给他们10个鸡蛋。当天晚上，他们把纸箱子戳出小洞，再用木棍挂上灯泡，做成简单的小鸡孵化器，点点灯光打在墙壁上，寒酸的家里变得温馨浪漫。看着桂英被深深吸引，老四故意拨动灯泡制造气氛。第二天，夫妻两人和了一堆泥巴，打算修补破旧的屋子。可就在这时，手提旅行包的男人走进院子。原来两口子住的房子是他的，政府为了搞好新农村建设，对闲置的旧房要进行拆除，拆房就给15000的补贴。男人专程从东莞回来，正是为了政府的补贴而来。这也就意味着
老四和桂英必须搬走。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，土房很快被夷为平地。看着婚房泛起阵阵尘土，老四五味陈杂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能带上家当令寻住处。新找下的房子里，老四把喜字重新挂起。他坚信，不管有多困难，只要2个人相互陪伴，所有的艰辛总会过去。经过这次搬家的事情，老四意识到没有自己的住所，迟早还会被人赶出来。于是他下定决心，打算自己动手盖间土房。老四看着憨厚老实，可要论干活却是把好手，汗水从他脸上不停滑落，一块块土坯也堆满了空地。可就在桂英叫他吃饭时，老板儿子带着村民找了过来。他们不顾老四一天的劳累，让他连夜进城给老板献血。看到老四有些许的犹豫，老板儿子也是毫不客气。打是合适的吗？老四这才明白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道理。这一次进城，宝马车里铺满了塑料，生怕夫妻2人弄脏车子。看着鲜血源源不断被抽走，桂英心里就像刀绞一般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老四越发的疼爱桂英。天气炎热难以入眠，老四就带着桂英睡在房顶。他担心桂英睡着了滚下去，就用裤腰带把他们绑在一起。发现桂英后背起了疹子，他就在水渠里搭上木棒，卖力的帮桂英洗澡搓背，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。连同村的其他妇女看到，都纷纷感慨没遇到好男人。在夫妻2人的共同努力下，鸡苗长大开始下蛋，田间的小麦迎来丰收，灶房的土坯也即将准备完毕。他们开始幻想今后的好日子，可一声惊雷又把他们打回现实。瓢泼大雨冲刷着土坯，老四几个月来的心血就这样被雨水损毁大半。无力挽救的2人坐在地上，可他们脸上没有泪水，反而露出从未有过的笑容。尽管遭遇到种种困难，2人却始终坚强地面对。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，老四和桂英的新房开始动工。老四有模有样当起泥瓦匠，桂英则竭尽全力做着小工，在毛驴的帮助下，把泥巴一桶桶运上脚手架。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很久，终于等来封顶的大日子。随着老四一点点完成收尾，他们的新家也慢慢有了样子。乔迁的大喜日子，老四还跟之前一样，把大大的喜字贴在床头。桂英做梦也想不到，这辈子能有自己的房子，能睡在自家的炕上，还能有心疼自己的男人。等具体包括摆下来没了，该再过年前也给你买个大电视，完了把你领的是你的大学呢，找个大夫好好的给你看看。日子过了不久，老四又被叫去城里抽血，男人虚情假意送上外套。善良的老四没有一句怨言，反倒帮看不起他的村民说话，让老板结清村民的地租钱。老板家里拿不出现金，只能打开仓库以粮抵租。轮到老四的2亩地时，他主动要求刨掉2件衣服钱。老板儿子一听笑开了花，只给老四装了840斤玉米。老四不想占别人小便宜，他和桂英日出而作，累了就坐在田边休息，偶尔还能在水沟里抓条鱼。老四每次都舍不得先吃，总把最好的肉喂给桂英。他们还在院子里修了猪圈，养了2头哇哇乱叫的猪仔。这一天，三哥提着一袋子剩菜，说是要帮老四申请贫困房，还主动承担1万块的费用。如果你觉得三哥是良心发现，那绝对就是大错特错。三哥了解老四的性格，是想利用他贫困户的名额，好给儿子弄上一套房产。老四对此心知肚明，却还是配合三哥演完了戏。夫妻俩回到田间踏实干活，好日子再向他们招手。然而无情的厄运却还是不放过苦命人。这一天，老四掰完玉米，在回家的路上得知噩耗，桂英在送饭时突然发晕，一头栽进沟渠里被水冲走。老四抱着桂英哭得撕心裂肺，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。桂英生前没拍过别的照片，老四只能来到照相馆，把唯一的结婚照做成遗像。他取下床头的喜字，换上模糊不清的黑白相片，接着面色平静地掏出麦粒，最后一次给桂英印上花朵。第2天，老四独自安葬了桂英，烧去桂英想要的大电视。尽管他心中万分悲痛，脸上却平静得让人害怕。他默默地来到田间，收完和桂英一起种下的土豆，干完田间地头的农活，他把毛驴带到野外放生。就你走都不会走，叫人说大半辈子还没谁没试过上，真是个金骨头。晚上回到家里，老四联系收粮的商贩，把所有粮食低价甩卖。拿着刚到手的现金，老四先结清小卖部的赊账，又找到邻居还上10个鸡蛋。他看清人性的冷漠，看透生活的残酷，回头想对村民说些什么，最后却还是沉默地离开。他一辈子舍不得吃鸡蛋，可为了压下农药的苦，才吃下人生的第1个鸡蛋，却也是最后1个鸡蛋。看着先走一步的桂英，老四平静地躺在床上，左手是麦粒留下的印花，右手捏着桂英做的草编驴。他充满悲剧的一生就此完结。办完老四的丧事，三哥让儿子拉走值钱的东西，顺手接过1万5的拆房补贴。老四一手堆砌的房屋，
那个承载着生活希望的家，也随着他的离去引入尘烟。电影全篇不叫一声苦，却处处苦出天际。两个被抛弃的苦命人，没有怨天尤人抱怨不公，而是一直在麦田里寻找希望。所有人都觉得马老四憨厚可欺，却没人看到他的淳朴和善良。愿我们都能善待自己和他人，即便遭遇生活的重创，也能保持善良，微笑面对。